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动荡？但你想过没有，这一切混乱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场我们看不见的争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场迫近的争斗，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动荡，好像混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暴力、纷争、放纵和腐败，就像止不住的潮水一样，冲击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不光是人与人之间出了问题，就连大自然本身好像也在向我们发出警告。你看，那些剧烈的风暴、可怕的冰雹，还有地震、瘟疫和饥荒，我们这个世界的根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固。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一切都不是随机发生的呢？如果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持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战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它的最后一幕呢？这个答案其实就藏在一场很早就开始的冲突里面。这场战斗它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围绕着一个神圣的标准展开的。这个标准就是神的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一步步来看。我们会先追溯这场古老战争的源头，然后探究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失去根基，接着揭示两个末世的大骗局，再看看那个不圣洁的联盟是怎么形成的。最后我们会看到每个人都将面临一个终极的选择。我们开始吧。咱们先回到一切的开始。自从天上那场大斗争爆发以来，撒旦的目标其实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神的律法。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背叛了创造他的主。虽然他被赶出了天庭，但这场战争可没完，而是被他带到了地上。他一直坚持不懈地欺骗世人，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引诱我们去违背神的律法。这节经文呢，真的点出了一个关键。他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一个整体，这就好比一条完整的锁链，只要其中一环断了，那整条链子就没用了。所以无论是让人干脆把整个律法都扔掉，还是只引诱人违背其中一条，其实结果是一样的。这都意味着对立法者权威的公然藐视。那好，问题来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的开始不把这个神圣的标准当回事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根基都会开始崩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罪恶、无法无天和腐败，这其实就是弃绝神圣标准的直接后果。你想当神的诫命被扔到一边，那对与错的界限自然就变得模糊了。那些教导人轻看神诫命的，实际上就是在播撒悖逆的种子，而他们最后也必然会尝到悖逆的苦果。这段话真的简直就像是在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一样，当最高的公义标准被抛弃，法庭就会变得腐败，家庭会因为纷争而破裂，整个社会到处都是不诚实，尤其是在政治上的腐败，更是从根子上破坏了人们最公义和真理的真实。为了实现他最后的那个大计划撒旦现在正在用2个精心设计的大骗局，要把整个世界都给网进去。我们来看看这2个谬误是怎么互相配合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灵魂不死这个说法。这个教义呢，直接就为招魂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跟亡灵沟通，打开了大门。而第二个呢，就是遵守星期日这个传统，它非常巧妙的让人对罗马的权威产生一种认同感。有了这2大骗局做铺垫，一个非常强大的由3方势力组成的联合体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而他们的目标就是公开的反对神。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真的就要形成了。你看，美国的基督教徒会先跟招魂术的势力联手，然后呢，他们会更进一步去跟代表传统宗教权威的罗马势力勾结。在这个强大的3重联盟之下，美国将被引导着去压制个人的信仰自由权利，重蹈历史的覆辙。当撒旦一边在世界上制造各种毁灭，你看什么天灾瘟疫战争他同时呢还会非常巧妙地把这一切的责任转嫁给别人。就像当年先知以利亚被指控为降下灾难的祸首一样，
在末后的时代，那些忠于神全部诫命的人，也会被指控为是导致地球上各种灾难的罪魁祸首。那些真正惹怒上天的人，反而会把自己招来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那些因为顺从而不断责备他们的人。所以啊，一场强制推行遵守星期日的运动将会获得巨大的能量。他们会到处宣传说，社会道德之所以败坏的这么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们亵渎了星期日。所以必须制定全国性的律法，这样才能重新获得神的喜悦，让社会恢复繁荣。所有一切都会把我们带到最后的那场决定性的冲突面前。这可以说是对地上每一个人的忠诚进行了一次终极考验。到那个时候，界限会画得非常非常清楚，每个人都在选边站。一边是那些为了顺逢人的法令而违背神的人，而另一边则是那些宁愿拒绝属世的权势，也要忠心顺从神的人。你看，这节经文就直接点明了这场征战中的真正目标是谁。这场战争会直接针对一个非常特定的群体，就是那些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依然选择尊重并遵守神全部律法，并且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我们世界的历史真的正在飞快地走向最后的那个顶点，就逼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一个无法回避的决定。所以我想问你，当整个世界都要求你为了顺从而违背神的律法时，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是屈服于人的权威，还是坚定地效忠于创造天地的神？这个选择，真的，它将决定你永恒的命运。